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炎炎夏日，如果你有机会参加香港顶级富豪的私人晚宴，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识的现象：当外面的气温逼近40度，普通人恨不得抱着冰镇西瓜，大口灌着冰啤酒降温时，那些身价1000亿的老先生们面前永远只放着一杯常温的白开水，是不舍得吃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背后那个1000万级别的私人医疗团队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7月25日正式进入了中伏，这不仅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更是全年阳气最盛的20天。那些顶尖的商界大佬和他们的医生深知，这20天是把体内潜伏了半年的寒气、老毛病连根拔起的黄金窗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夏治。如果在这个时候吃错了东西，不仅夏天的罪白受了，冬天的病还会加倍还回来。今天我们就来拆解私人医生为老年人画出的3不吃避险红线。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每到冬天就关节酸痛、肠胃脆弱、容易感冒，接下来的内容请务必认真听完，因为这关乎着你们下半年的身体基本盘。第一条红线，也是头号大忌，绝对不碰冰镇生冷食物。很多老一辈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奉行的是危机前置，绝不在顺境时埋下隐患。在身体管理上，他们同样如此。夏天天气热，人体的阳气全都浮在体表，用来出汗散热。这时候，你的5脏6腑，尤其是脾胃，其实是一个非常空虚虚寒的状态。你可以把老年人的脾胃想象成一个正在燃烧的小火炉。这个时候，如果你咕咚咕咚喝下一杯冰水，或者吃下一大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西瓜，就等同于端起一盆冰水，直接泼在了这个微弱的火炉上，火被浇灭了，寒湿之气就会在体内淤积，根本排不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夏天一吃冰就胃痛、拉肚子。更严重的是，对于本身就患有老寒腿、关节炎的人来说，这股排不出去的寒气无异于雪上加霜，会让关节的酸痛感成倍增加。第二条红线，远离生冷刺身及寒性海鲜。在港台的应酬桌上，顶级的生鱼片、冰镇海鲜大拼盘非常常见。但到了3伏天，真正懂养生的老派富翁连碰都不会碰。为什么？因为这类食物本身寒性极重，老年人的肠胃抵抗力本来就在退化。3伏天又是细菌最容易滋生的时候，吃生冷海鲜等同于在脾胃最虚弱的防线上放进了一颗定时炸弹，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最顶级的吃法反而是最朴素的，所有食物必须吃全熟。第3条红线，避开重油重辣与烧烤油炸。很多人觉得夏天出汗多，要吃点重口味的补一补，于是火锅、烧烤轮番上阵。但在私人医生的眼里，这是在加速消耗生命的余额。3伏天不仅热，而且湿，外界的湿热加上重油重辣的食物，会让体内的湿热叠加。老年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弱，消化这些油腻食物，就像是用一个老旧的下水道去排浓稠的油脂，很容易就会堵塞。一旦堵塞，就会出现便秘、胸闷，甚至引发血压的剧烈波动。对于有三高和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来说，这绝对是不能触碰的雷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清这种危害，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一个再真实不过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刚退休的张大伯，平时身体还算硬朗，自认为没那么娇气。去年入伏的第1天晚上，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张大伯下楼跟几个老伙计在大排档聚餐，
几盘重油重辣的烤羊肉串下肚。为了解暑，他连着干了3瓶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冰镇啤酒。这还不算完，晚上回到家，他又切了半个冰镇西瓜，坐在空调房里拿勺子挖着吃完了。他当时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爽快。结果呢，到了后半夜，张大伯肚子剧痛，上吐下泻，被120紧急拉到了医院急诊。急性胃肠炎还只是个开始，因为大量的寒湿之气在冰镇状态下直接封锁在了体内。第2天，他原本就有隐患的膝关节滑膜炎全面爆发，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连下床走路都成了奢望。整个3伏天，别人在冬病夏治，张大伯却在医院的输液大厅里度过，光医药费就花了大几千块，人更是瘦了整整1圈，整整受了2个月的罪。我们回过头来对比一下，普通人面对一杯冰水，想的是喝一口爽一下没关系，哪有那么娇气？而那些顶尖富翁想的是，这杯冰水有30%的概率会破坏我的脾胃运转，这个险我不冒。这根本不是娇气，而是普通人极其缺乏的健康风控意识。你以为吃一顿冰镇烧烤赚到了短暂的快乐，实际上是在透支你未来半年的生命质量。在健康这场无限游戏中，真正的高手从不追求一次性赚多大，而是确保自己永远不下牌桌。避开冰镇、生冷和油腻这3个雷区，其实只是帮我们守住了不生病的底线。那么在这宝贵的中伏20天里，到底吃什么才能真正把丢失的阳气补回来，把冬天的病根拔掉呢？别急，富豪餐桌上的顶级补药，其实根本不需要花大价钱，在你家楼下的菜市场就能买到。在进入下一章之前，欢迎你在评论区打出你夏天最爱喝的饮料，看看有没有踩中我们刚才说的雷区。准备好了的话，我们接着揭秘那4种必吃的平民长寿药。提到身价1000亿的香港老钱家族，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堆积如山的争夺海味、极品燕窝，或者是拍卖行里动辄上百万的野生老山参。但如果你真的去探访那些住在深水湾、年过80旬依然精神半破的商界传奇，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年中最关键的中伏这20天里，他们清晨的餐桌上往往见不到任何昂贵的食材，取而代之的是几片不起眼的生姜和一碗熬得软烂的粥。为什么？私人医疗团队给出的答案一针见血：真正的奢华不是吃得多贵，而是吃得对时辰。在阳气最盛的3伏天，去吃那些滋腻的昂贵补品，等同于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强行加塞，只会让本就虚弱的脾胃彻底宕机。真正懂行的人只用最便宜、最顺应天时的平民大药。首先登场的第1味大药就是生姜。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很多人听过，但大多当成了耳旁风。在顶尖富豪的养生纪律里，这却是一条不可违背的铁律。夏天我们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寒气会悄悄顺着毛孔钻进骨缝。生姜就是一把最天然的破冰刃，它能温中散寒，生发阳气。当你喝下一杯温热的姜汤，生姜里的姜辣素会迅速促使微血管扩张，把潜伏在5脏6腑的寒湿之气，顺着微微冒出的汗液，全部逼出体外。这就是最高级的冬病夏治。但在吃法上，港台的私人医生有着极为苛刻的排雷细节，方向比速度重要，时辰比剂量致命。他们给出的黄金配方是：晨起用3片带皮生姜，加上3颗去核的红枣，煮水代替茶饮。最核心的纪律在于，这杯姜枣茶必须在上午9点前喝完。为什么？因为早晨是人体阳气生发的阶段，吃姜是顺水推舟，
而到了下午和晚上，阳气需要收敛，这时候吃姜无异于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不仅补不了身体，还会导致严重的心烦上火和失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也吃姜，却越吃身体越差的原因，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时辰都搞错了。从入伏喝到末伏，守住上午的时间窗口，老寒腿和脾胃虚寒的根就能拔掉一半。除了生姜破冰，第二味平民大药叫做铁棍山药。如果说生姜负责把身体里的湿寒之气赶出去，那么山药的作用就是重新为你修补好身体的城墙。很多老年人夏天吃不下饭，手脚沉重，这在本质上是脾肾阳虚。脾胃功能一旦变弱，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营养就无法转化成气血，而是变成了停留在体内的死水。山药，尤其是正宗的铁棍山药，是中医里公认的健脾补肾、温补阳气的高手。养护好脾胃，就是给身体的银行存入最稳健的长期本金。对于消化能力减弱的老年人来说，山药不寒不燥，极其温和。富豪圈的经典早餐就是一碗山药莲子小米粥。山药软烂好消化，莲子养心安神，小米和胃。清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粥，胃里暖洋洋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旦重新启动，多余的水分和湿气自然就能代谢出去。用几块钱的生姜驱寒，用10几块钱的山药固本，这就是顶级富豪们在3伏天闷声执行的身体复利法则。不过早上的阳气升起来了，到了中午和晚上，面对体内依然顽固的湿热，又该怎么对付呢？在广东和香港有2样极其经典的食材，几乎贯穿了整个夏天，但其中一样90%的老年人都吃错了，甚至越吃脾胃越烂。在进入下一章之前，你可以先回想一下，你家里平时熬祛湿汤，是不是经常会抓一把生薏米直接扔进锅里？如果真的是这样，请一定要听完接下来的内容。如果你曾深入了解过香港老钱家族的运作模式，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拥有顶级的私人医疗团队，更有一批深藏不露的私家大厨。在这些大厨眼里，给年过80的老先生们熬一锅3伏天的靓汤，其严谨程度丝毫不亚于签下一份上亿的商业合同。因为他们深知一个道理，无论做生意还是养生，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你拥有什么资源，而是你如何处理那些不起眼的细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要说到我们在3伏天式必吃里最容易让人踩坑的第3样食材——薏米。一提到夏天祛湿，90%的老年人第一反应就是红豆薏米水。很多人去超市随便抓一把白花花的薏米，加上红豆，就在锅里咕咚咕咚熬起来，甚至当成每天必喝的水。结果呢，湿气不仅没有排出去，反而越喝胃越痛，大便越不成形，甚至有些人越喝越虚弱。为什么？因为你少做了一个致命的步骤。这也就是私人大厨们的排雷智慧。市面上买到的那种白花花、颗粒饱满的，叫做生薏米。在中医的词典里，生薏米是微寒甚至偏大寒的。我们在第1章就讲过，3伏天老年人的脾胃是一个极其虚弱的小火炉。你把这种大寒的生薏米直接煮水喝，这就不是在祛湿，而是在对原本就虚弱的脾胃进行精准打击。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成本叫做无知。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往往比什么都不做更危险。真正的内行是怎么做的？他们一定会用炒薏米，把生薏米放进干净的铁锅里，不加油，用小火慢慢翻炒，直到表面微微发黄，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焦香。经过这道看似简单的火候洗礼，薏米的寒性被极大的削弱了，而它健脾祛湿的功效
却成倍的被激发了出来。不仅如此，私人医疗团队的经典配方是一个铁三角，用炒过的薏米加上赤小豆，这里注意是细长的赤小豆，而不是圆滚滚的普通红豆。普通红豆不仅不祛湿，吃多了还容易胀气。最后再加上一味温和的茯苓，这三者搭配在一起煮水代茶饮，才是真正不伤脾胃，能把陈年湿气连根拔起的黄金组合。说完祛湿的炒薏米，我们再来看看势必吃里的最后一样，也是三高老年人的降压神物——冬瓜。在香港富豪的夏季餐桌上，有一道极其经典的汤品，叫做冬瓜薏米老鸭汤。老鸭滋阴而不燥热，特别适合三伏天这种湿热交加的气候。但这道汤里真正的主角其实是那块最便宜的冬瓜。冬瓜能够利尿消肿、清热祛湿，而且糖分极低，对于有高血压、血糖偏高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但是很多人在家里炖冬瓜汤时，总习惯性的把那层硬邦邦、绿油油的冬瓜皮给削掉，直接扔进垃圾桶。在私人营养师看来，这简直是买管猪的抱团天物。人们总是习惯丢掉外表粗糙的东西，去追求看似精致的果肉，但往往最核心的价值就藏在那些不加修饰的粗孔之中。冬瓜真正的清热祛湿精华，至少有70%都集中在那层看似难以下咽的冬瓜皮里，果肉只是起到了补充水分的作用，而冬瓜皮才是真正的药。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冬瓜连皮洗净，切成大块，直接带皮下锅煲汤，煮到软烂后，即便你不吃皮，那层皮里的精华也已经完全融入了汤底之中。好了，生姜破冰，山药固本，炒薏米祛湿，带皮冬瓜清热，这4必吃的平民大药，我们已经全部拆解完毕。但是知道了吃什么，并不代表你就拿到了长寿的通行证。在这关键的中伏20天里，这4样食物到底该怎么轮换？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连你都不知道的冰箱陷阱和喝水误区，在暗中消耗着你的寿命？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或者你已经察觉到自己身体大不如前，请一定紧跟我们的脚步进入下一章。在揭晓这套价值100万的20天核心执行方案之前，想请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家平时的冬瓜汤到底是削皮还是不削皮的呢？在商业世界里，有一句极其残酷的话：再完美的战略，如果没有执行力，最后等于0。这句话放在身体管理上同样适用。那些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老先生们，之所以能在80、90岁的高龄依然保持清晰的头脑和硬朗的步伐，绝不是因为他们偶尔吃了1、2顿名贵的补品，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纪律性。在中伏这最关键的20天里，他们的私人医疗团队会制定极度严苛的执行手册。这20天就像是企业1年1度的年终大盘点，把前半年身体积累的亏空补上，把潜伏的坏账和寒湿清掉。前2章我们讲的生姜、山药、炒薏米、带皮冬瓜，绝不是想起来才吃一口，而是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这20天的日常里。早晨9点前的一杯姜枣茶唤醒阳气，早餐的1碗山药粥固本培元，白天的炒薏米水循环代谢，晚间的1碗冬瓜鸭汤清热消肿。但这还不够，私人医生在操作手册上还用红笔画出了2个极其隐蔽，却几乎所有普通老年人每天都在踩的致命陷阱。第一个叫做冰箱陷阱。三伏天，子女买来的水蜜桃、葡萄、哈密瓜，为了保鲜，通常都会塞进冰箱。很多老年人觉得水果只要不带冰碴子，拿出来洗洗就能直接进嘴，但在顶级的健康纪律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真正的风险往往不藏在狂风暴雨里，
而是藏在那些你习以为常的微小温差中。夏天的瓜果本身就偏凉性，在冰箱里冷藏后，寒气直接逼入果肉的最深处。老年人的口腔和食道温度在37度左右。当你把刚拿出来的冷藏水果直接咽下去，食道和胃部的微血管会瞬间因为受到强烈的冷刺激而剧烈收缩。这种热胀冷缩的物理反应不仅会引发痉挛性的胃痛，长期下来更是对心脑血管的巨大考验。正确的纪律是什么？所有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瓜果必须在室温下静置至少半小时，等待它内部的寒气完全散尽，恢复到常温状态才可以入口。记住，这半小时的等待等同于给你的肠胃穿上了一层防弹衣。第二个叫做喝水陷阱，多喝水。这可能是老年人夏天听过最多的一句废话，因为90%的人喝水的方式都错了。很多老年人夏天出门散步，或者在家里觉得口干舌燥了，端起一个大茶缸，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去半斤水，觉得这样才解渴，才痛快。我们再用商业逻辑来拆解一下，一家健康的100年企业，它的现金流一定是细水长流、稳定循环的。如果你让企业平时干涸的1分钱没有，突然1天之内砸进去10个亿，这家企业绝对会因为消化不良而瞬间崩盘。身体也是一样，养生就像维持现金流，暴饮暴食是身体的通货膨胀，猛灌大水则是对肾脏的恶意做空。当你一口气猛灌大量水分时，血液会被瞬间稀释，心脏的泵血负担和肾脏的过滤负担会在几分钟内呈指数级飙升。对于器官功能正在衰退的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隐患的人来说，这种大坝泄洪式的喝水法极易诱发心衰或血压失控。私人医生给出的喝水铁律非常简单，只有8个字：少量多次，温热为佳。全天的饮水量控制在1500到200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才喝，而是每隔半小时到1小时喝上小半杯温水，让水分像春雨一样慢慢地滋润干涸的细胞，而不是像暴雨一样冲垮堤坝。这些纪律听起来简单，但一旦落地到生活里，90%的人都会像小区的刘阿姨一样，把养生变成了伤身。刘阿姨是个极其注重健康的人，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去公园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她也在网上看过科普，知道夏天出汗多，要多吃水果，多补水。所以每次跳完舞，大汗淋漓地回到家，她第一件事就是拉开冰箱，洗几个冷藏的水蜜桃直接啃，然后端起她那个1000毫升的大容量水壶，扬起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把大半壶水全灌进肚子里。她觉得自己做得非常标准。可是坚持了半个夏天，刘阿姨不仅没觉得神清气爽，反而经常觉得胸闷气短，有时候坐下站起来还会头晕，胃里总是咣当咣当响，感觉像是坠着一块大石头。后来她女儿带她去看了市里非常有名的中医，老中医一听她的习惯，连连摇头，指出的正是我们前面说的冰箱陷阱和喝水陷阱。老中医告诉她，你大汗淋漓的时候，毛孔大开，冰冷的水果直接进胃，把体内的热气全逼在了5脏6腑里，一口气猛灌1升水，你的心脏和肾脏根本来不及处理，全变成了水湿停留在身体里。你这不叫补水，叫给身体添堵。听了医生的建议，刘阿姨只做了2个极其微小的改变。第一，跳完舞买回来的水果绝对不马上吃，必须在餐桌上放够半个小时。第二，把那个1000毫升的大水壶换成了一个只能装200毫升的小茶杯，规定自己每隔半小时只能喝这1小杯温水。奇迹发生了，
仅仅过了1个星期，刘阿姨胃里那块石头不见了，胸闷气短的毛病彻底消失，整个人气色红润，跳舞的步子都轻快了。你看，吃什么水果，喝多少水，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你有没有耐心去遵守这等半小时和分10次喝的纪律。细节往往就是良药与毒药的分水岭。避开了3不吃的避险红线，坚持了4必吃的平民大药，又严格守住了中服20天不碰冰箱陷阱、不猛灌水的铁律。做到这些，你就已经超越了99%的人，拿到了跨越生命周期的最强底牌。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视频的最后，我想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和大家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为什么这些拥有1000亿资产的富豪，到了晚年会把这些最普通的一饭一蔬看得比金钱还重？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复利？讲到这里，关于中服这关键20天的养生纪律，我们已经全部拆解完毕。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做个极简的复盘，守住3不吃的底线：不碰冰镇生冷，不吃寒性刺身，远离重油烧烤，用好4必吃的大药：早晨9点前的生姜生阳，早餐的山药固本，白天的炒薏米祛湿，晚间的带皮冬瓜清热。最后记住，从冰箱拿出的水果放半小时，温水永远少量多次。现在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视频开头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当那些身价1000亿的老先生们坐在冷气充足的半山别墅里，端起那杯平平无奇的温白开时，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并不是不懂得享受，而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真相：财富的数字在长，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1，后面所有的0都毫无意义。在商业上，他们从不做5年内就能看到结果的短线生意；在身体上，他们同样坚持着最极致的长期主义，用最普通的食材，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几10年如一日的坚持，他们最终赢下这场人生游戏，靠的根本不是什么天价仙丹，而是足够长的时间所带来的复利。很多人可能会感叹，他们是首富，有私人医疗团队，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比？其实，生命的账本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对于我们普通老年人来说，你不需要有几百亿的资产留给后代。当你能够顺应天时，管住嘴，迈开腿，把自己的脾胃养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让你在70、80岁的时候依然能自己去买菜、做饭、逛公园，不需要儿女在病床前日夜轮班，不需要把半辈子的积蓄送进医院的收费处。这种无病无痛的状态，就是你给这个家庭赚到的最真实、最宝贵的几百万。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家人最高级的爱。如果你认同这种将健康视为终极资产的长期主义理念，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让系统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硬核知识，而不是制造焦虑的毒鸡汤。同时，健康是一场需要陪伴的长跑。我邀请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今天3伏天的餐桌上准备了哪一道养生菜，或者你有什么独门的祛湿小妙招，把这里当成我们互相监督、共同打卡的健康日记。这20天的中伏只是一个开始。随着节气的推移，到了立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又将面临秋燥的致命威胁，那时候的饮食规矩又将发生彻底的翻转。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期关于立秋防燥排雷指南的深度拆解，请务必点击订阅嘉诚养生道，并打开小铃铛。最后，在这个阳气最盛，也是最容易伤身的特殊时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的家族群，发给你最在乎的老伴、老朋友和长辈。你的一次转发，
或许就能帮他们避开一个伤脾胃的雷区，少受半年的罪。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硬朗的身体却能让你在任何坏景气到来时都有再等一等的底气。感谢你的耐心观看与陪伴，这里是嘉诚养生道，祝你度过一个安稳、充满生机的夏天。我们下期再见。